欢迎收看第959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再做一期关于于朦胧的这个事件的节目。我也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就是尽量的多聊这个事情让这个事情的热度不要降下来，持续为它发声。那么上一期节目呢做完之后有很多支持它为它发声的人跑来给我留言。你们的留言我全看了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光的有希望的。那其中有一个人呢说他想把我的节目给他的外国朋友去看因为很多外国人也在关注，想了解究竟中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我加上英文字幕。我昨天晚上试了一下用机器翻了一下，准确度一般，但是呢应该不影响这个理解。我觉得可以所以呢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以后我这个 CC 字幕我就不做中文的了，我就做英文的，因为英文的字幕可以自动翻译成各国的文字。我觉得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反而中文字幕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了就是不需要字幕，你们应该也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对吧 ？OK 那么今天聊什么？于朦胧这个事情我看你们很多的留言其实还是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的，想跟大家讨论一下。首先，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必须要通天的关系才能够调动警察系统去对一个事情进行颠倒黑白的一个结案。其实不需要就是不需要非得是蔡奇的私生子，蔡奇发话才能调动公安部门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很多人理解觉得说中国整个这个社会运转这个系统大部分人都没问题只是极少数的人作恶，或者极少数的站在那个高层的一个恶人发话去对像他这样的人进行迫害，这些都是个例。但是我今天想用这期节目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个例。首先这是一个常态，很多他的粉丝和支持他的人直到他死去才被所谓的砸醒觉醒，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地狱中，那么黑暗。之前他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一直在粉饰太平，让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但是我们一定要，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有的人能够真正的觉醒，就是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体制性的系统性的一个作恶的机器。它是系统性的，就是这个制度有问题，制度坏了。那当然由这个制度养育出来的这些人，然后这个劣币淘汰良币能够去往上爬，进入这个体制甚至高层的，那当然就是坏人中的坏人，对吧？但是你也不要忽视中国有1亿的党员，无论是警察系统、公检法系统，完全是烂透了的。这些系统都不需要其中的比如说一个人他特别坏才能去作恶。就你即便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坏心眼的人你就整个在这个系统里，系统在作恶，系统就会把像于朦胧这样干净的人去吞噬掉，他自己就可以运转。反而在系统内的可能有一些中共党员他还是挺有良心的，对吧？在一些节点上他想良心发现。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人是少数但是他的这个良心发现也改变不了这个系统作恶的事实。我是挺希望现在为于朦胧发声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要为他发声，你当然是为了去替他讨一个公道，对吧？想要挖出这个真相。当然了，最后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也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就是真相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就是现在流传的所有的这些阴谋论可能有一部分接近真相，但是真正的100%的这个事情的全貌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完全知道，就这么淹没在历史中了。你当然你可以，你愿意相信哪一个版本的故事都 OK 啊，我也不想在这里去分析这些东西，因为没有这些真凭实据，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想说的是，我们为它发声，除了为它讨公道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家能通过这个事情能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尤其是他的粉丝啊。你痛并思痛之后啊，你一定要意识到他的遭遇也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是完全可能的。他出生在乌鲁木齐，我们今天讲一讲新疆的事情。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对吧？因为一提起新疆啊，就会上升到什么宗教啊、伊斯兰教啊、什么维吾尔人啊、东突啊，是不是恐怖分子啊，是不是要分裂着出中国啊、独立什么？很多的不生活在新疆的中国人，一提起新疆就色变了啊，就害怕了，完全不想了解那儿的信息。我一直在努力的去介绍关于新疆的事情啊，对吧？我老粉丝都知道。那么我是希望借他这个事情，让他现在为他发生的人，你把眼光也看一看新疆。实际上在新疆，像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啊，就把你玩死啊，把你折磨死。其实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呢？其实就一个字儿：管。或者你可以认为啊，习近平时代这10几年，中国的一个最底层的逻辑就这一个字儿：管。这个党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他想管一切，因为任何的有自由松动的、自由的表达空间的，都会让他害怕。任何的自由啊，都会让他觉得担心自己的这个执政的安危，身家性命，所以他想要管住一切。党这个大的黑社会是这么管这个社会的，那个小社会、小黑社会，就是害他死去的这一群人，也是这么管于朦胧的。监控你的一切的这个行为，手机啊等等，让你没有办法去逃生，一直在他们的这个魔爪之下为他们去挣钱。当然于朦胧肯定也很天真，就是我觉得啊，他可能在最后生命关头之前，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不相信这些人能真正把他弄死的。你顶多就是欺负我啊，我也就忍了。甚至我觉得他可能和他的粉丝一样，很多人还是就在这个事之前啊，还是相信中国的这个司法的啊、法律的、公安的、警察的，还是相信这些东西呢。当然了，这铁拳砸完，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了，是吧？所以我们想看的是什么？什么叫管啊？有一个叫所谓的新疆模式啊。这个模式可能现在为它发生的很多人是很陌生的，但是不要急啊，你很快这个模式就会推广全国，你就会切身的体会到什么叫被管，你会切身的感受到于朦胧所感受到的东西，以及在新疆的维吾尔人这些年所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自由，连你想什么都要管，你的存在他不会拿你当一个人，你只是他的一个资产，人矿啊、牛马啊、韭菜啊、工具啊，你就是这么一个玩偶。你是这个党国的资产，他要管起你来。这个管配合着现在的这些先进的各种科技手段，全方位的去监控你啊，去对你进行这种服从性的测试。新疆一直在这么做，而新疆的这个模式，最终那是一个试验田啊。其实就像于朦胧一样，他是不要大家不要觉得他是一个个例，对吧？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他遭遇了这一切，只是选中了他而已。新疆的维吾尔人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也只是被选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个例，一个试验田。所以我们不为于朦胧发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那么同理，
不生活在新疆的大部分中国人，你不去为维吾尔人发声，你不去为在新疆发生的，包括哈萨克人啊、塔塔尔人啊、回人啊各种人，你不为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再教育营这些事情去发声，那么有一天新疆模式就会推广全国。实际上在疫情的时候已经在做了某种试验，所以你会看到的，这是我觉得在于朦胧这个事情啊，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点上去体会一下。我们讲共情啊，这个能力是在这个时代，尤其 AI 时代是非常稀缺的，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很好的品质。什么叫共情？你就把自己带入进去嘛。如果你是于朦胧，你每天都被这一伙人监控着，你没有任何的自由。那有人说了，那我服软行不行？没有用的。你服软，那当然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对吧？你服软，你就继续的去给他们当牛马、当奴隶，然后他们并不会因为你服软了就对你网开一面，就善待你了，不会。欺负人的人只会越来的越变本加厉，如果你不反抗的话。那当然了，你反抗，于朦胧就在反抗，对吧？从始至终没有去屈服啊，一直在反抗，那结果就是被杀死了。那有人就说了，那怎么样呢？反抗也没用啊，不反抗也没用。对，我就是希望大家认清楚这一伙人，其实这一伙人就是中共这个大的黑社会的一个缩小版啊！你不管他是谁的私生子，还是说只是一些很边缘的体制外的裙带关系，不管是什么啊，就是一个缩小版。他们的这个小黑社会和中共这个大黑社会，他们的处事逻辑是一样的。他们对于朦胧做的事儿和大黑社会现在对维吾尔人做的事儿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啊，我特别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大家要去反思这个事情啊，我们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所有还没砸到我身上的铁拳，别人遭遇到的不公，我都要勇敢的站起来去发声。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做到的话，那么什么这小黑社会、大黑社会早就不存在。当然这又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对吧？不可能每个中国人都做到，因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这么的有良知，这么的有正义感，这么勇敢的话，那中国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啊，改变是一点一点的。有人说，那我现在还能怎么做？我发什么都被删掉，持续的发。我上一期节目告诉你们的，不是说我认可了警方的那个公告，有人这么去误读我，不是，我也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是说给墙内的朋友们听的，就是你可以假装认可警察的这个公告，你不要去质疑，这样对你安全有保证，你只是纪念他，这总可以吧？这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人呀，一个中国人呀，他死了，我纪念他不行吗？就去发这些东西，保持这个热度。你不要灰心，你可能你发东西别人看不到，然后发出来马上就被删。你的每一次这个努力，他们都要付出10倍、100倍的时间、精力、金钱去删你这些东西，去对抗这一股社会上的这种正义的能量。那只有当这所有的人啊，大部分的中国人把这种内心的正义的能量都发挥出来的时候，你就最终能够这个力量能压倒对面的这个邪恶的力量，这是值得去做的。这也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啊，包括我，包括你，每一个我们这样怎么说呢，弱小的啊，
普通人我们可以去做的一点点事情。但是人多了，力量就大。好啊，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